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明明都是赵丽颖演的女主，和幸福和盛明兰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？古木偶剧《梦华录》成为今年夏天当之无愧的爆款，观众被仙女盼荣耀的爱情深深感染。配角戴旭、柳岩、徐海乔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该剧因中映提前结束后，鹅厂并没有急于选择玉骨遥、三体、星汉灿烂等大剧中的一部，引发不少剧迷纷纷入戏。句号，饥荒阶段。幸运的是，郑晓龙导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的推出填补了这一空白，首播时就位列全国卫视收视第一。赵丽颖担当女主角，诠释了农村妇女的成长史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赵丽颖第一次扮演女主角，在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以下简称知否中，她扮演盛明兰，吸引了一大批粉丝。但不得不说，女主角显然是赵丽颖扮演的。先生，为什么和幸福和盛明兰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？固执的本质没变，但性格却大不相同。知否中的女主角盛明兰是世家的小妾，但她从未因自己的身份而认命、自卑，她全心全意地追随魏姨娘。然而，她是临在怀孕期间怀上的，小明兰的求助没有成功，亲眼看着魏姨娘离开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为了给林报仇，盛明兰不惜冒着自己前途的危险，为女儿墨兰报仇。她甚至将杀母之仇记在心里。她终于如愿以偿，给了林沉重的打击。可见盛明兰有着非凡的固执，能够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。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也是如此，因为姐姐被欺负结婚，她多次出现，不畏强权。虽然即使上诉，也必须向村支书的儿子讨回公道。然而，两个人的行为风格却截然不同。盛明兰住在一栋很深的房子里，为了避免公开和隐蔽的攻击，她必须保持耐心，隐藏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做一个安静的好女孩。更多的事情都深埋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各种算计都不会流露出来。她深知自己一旦犯了一个错误，就会失去一切，所以凡事都小心谨慎，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放纵。但何幸福虽然是一个乡村妇女，但幸运的是她生活在现代社会，拥有更自由的地位。所以当她发现妹妹被欺负时，她毫不犹豫地踢开家门，拿起一张凳子就扔到了小人的头上，不顾后果。当发现村里的人都在议论她时，何幸福并没有隐瞒，而是直接报出了自己的姓氏，并解释了事情的原因。这就是何幸福的特点，她相当老虎。两个人在选择男人上也有着不同的愿景。盛明兰在这方面非常幸运，她嫁给了顾廷野，顾廷野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因为丈夫的缘故，她在原生家庭里受到了很多恶言相向，这也是因为她的丈夫关系被密封了。但何幸福一开始只想稳定，所以她选择了懦弱的丈夫王庆来。她被欺负，拒绝站起来，她还必须与其他人一起说服何幸福放弃她的解释，更不用说让何幸福独自和她的母亲在一起。幸亏何幸福实力够强，不然其他人早就把她打死了。经过多年的沉淀，颜值和演技都有了相应的变化。主演电影《知否》时，赵丽颖31岁，正处于转型初期。不过，此时的赵丽颖依然颇有少女风，加上刘海的造型，显得格外精致迷人。后来，刘海被留起来，让脸看起来更圆、更时尚，和前妻的对比很明显，产生了一种反差感。不过，幸福到万家，赵丽颖可能因为生了孩子而增添了一些时尚和沧桑，这一点在她的面部状况上更加明显。
希望能够回到更好的状态。赵丽颖的美丽不小，剧中的她已经出现了脸颊凹陷的问题，缺少了往日的少女感。不过好在她的大眼睛特别醒目，不过眼窝也微微凹陷。另外，赵丽颖也想恢复农村妇女的地位，所以她的婚礼装甚至脸上还打了粉，大红色的口红看起来特别朴素，但土气却恰到好处。正常情况下，何幸福穿着简单时尚的连帽衫和夹克，她一贯的低马尾辫风格并不令人意外。化着淡妆，很符合普通乡村妇女的形象。说说演技吧，在这2部大戏中，赵丽颖需要与有才华的戏剧及演员合作，这实际上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。然而，在《知否》中，赵丽颖被视为转型的第一步，她的表现被比喻为戏剧。影片中的其他人都还年轻，但好在他们也在角色中展现了自己的气质。这次，赵丽颖与郑晓龙合作，她已经有《知否》《谁是凶手》等严肃剧的表演经验。赵丽颖在新剧中的表现更加自然流畅，比如何幸福为了给妹妹讨回公道，就去找秘书争论。她没有任何对权力的畏惧，凝视着对方，没有居高临下，没有傲慢，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妹妹的烦恼，也配合着相应的肢体动作。听到对方询问如果不给解释会发生什么，何幸福想了想，然后眼神一僵，直视着对方，表示要继续起诉。他的发音不仅清晰，而且台词充满决心和活力，必须做出的决定性决定确实让角色栩栩如生。总而言之，从盛明兰到何幸福，赵丽颖不仅经历了角色的转变，也经历了人生经历的变化。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成为她宝贵的经历。她的眼神变得比之前更加灵动，心意已决，难怪郑晓龙导演在这么多演员中选择了她。可以说，按照赵丽颖目前的状态，如果她能稳定住自己的实力，这部剧一定会成为她职业生涯的重头戏。我们期待她在接下来的剧情中有更多精彩的表现。